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王楚然、李弘毅风影燃梅香，一体双魂闯权谋，古装武侠新势力。现在的古装剧市场，有时候像大型复制粘贴现场，男主不是冷面战神，就是隐忍王爷；女主不是天降神女，就是嘴硬心软的小太阳。大家嘴上喊着创新，结果换套衣服还是熟悉的工业糖精。可风影燃梅香偏偏有点不一样，它最狠的一点不是权谋，也不是武侠，而是它终于不再满足于一个人设称完全剧，而是直接把女主拆成了两个人，一个循规蹈矩，一个杀气腾腾，一个活在礼教里，一个活在刀锋上。这种一体双魂的设定看似猎奇，实际上却特别像很多人在现实里的状态，白天端着体面，晚上咽下崩溃。美九这个角色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她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女主。很多古偶喜欢拍开挂型女主，仿佛随便觉醒一下就能横扫天下。风影燃梅香却更像是在讲一个人如何被命运撕裂。她体内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是被礼教驯化的世家小姐，一个是来自现代的顶级杀手。两种人格，两套逻辑，两种活法。白天她的在深宅大院里低头隐忍，夜晚却能提刀杀人，布局算计。这种反差感其实比很多女强爽文高级得多。因为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突然无敌，而是一个人在撕裂里慢慢长出新的骨头。这一点特别像双镜和司藤当年的吸引力。观众早就不满足于单一人设了，大家更想看的是人物内部的冲突。美九最危险的敌人不只是外面的朝堂和江湖，而是他自己。一个灵魂告诉他忍，另一个灵魂逼着他杀。这种拉扯感比单纯升级打怪更耐嚼，因为很多人现实里也是这样，一边想循规蹈矩活着，一边又想彻底掀桌反抗。而王楚然这次其实接了个很容易翻车的角色。双魂设定最怕什么？怕演成精分式瞪眼。很多演员一演双重人格就开始疯狂切表情，生怕观众看不出来。风影燃梅香目前预告里最让我意外的是王楚然没有刻意用力。美九时期，他整个人是收着的，连眼神都带着惬意。切换到安九时，那种冷感却一下出来了，不是靠大喊大叫，而是靠气场变化。这种处理反而更高级，因为真正危险的人从来不是最张扬的，而是最安静的。李弘毅饰演的楚定江也不是传统古偶里的高冷挂件男主，他最有味道的地方在于破碎感。这些年古装剧特别爱拍战神，可很多战神除了冷着脸，几乎没别的层次。风影燃梅香里的楚定江却像一把断过的刀，家族灭门，双目失明，这种设定放别的剧里，男主可能早就黑化疯批了。可他偏偏没有彻底失控，反而更冷静，更隐忍。他明知道美九不简单，也察觉到他身体里的秘密，却始终没有拆穿。这种看透但不说透的关系，比那些工业糖精式暧昧高级太多。两个人之间最妙的，也不是英雄救美，而是互相识别。美九在别人眼里是危险人物，在楚定江眼里却像另一个同样被命运折断过的人。一个身体住着两个灵魂，一个眼睛看不见世界，他们其实都像残缺的人。这种残缺感反而让关系更有宿命味道，因为真正能靠近彼此的人，往往不是最完美的人，而是那些同样见过黑暗的人。而风影燃梅香真正聪明的地方，是他没有只盯着爱情。现在很多古偶嘴上说权谋，实际拍到最后还是大型恋爱脑现场。风影燃梅香至少肯把江湖、朝堂、
谍战真正揉进去。控鹤君这个设定本身就带着点古代特工组织的味道，女主女扮男装潜伏其中，不只是为了查真相，更像一步步被卷进更大的棋局。江湖势力、朝堂斗争、两国对峙，全都不是摆设，而是真正在推动人物命运。尤其他的乱世感拍得挺对位。很多古装剧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干净，主角再惨，衣服都像刚熨完。风影燃梅香至少从预告里能看出那种风沙感和压迫感。实景拍摄的优势就在这里，戈壁是真的荒，宅院是真的冷。整个世界不像摄影棚里的假古代，而更像一个会吃人的时代。打戏这块也算现在古装市场里难得的清流。这些年太多武侠剧，动不动就是慢镜头转圈加特效，打得像仙侠蹦迪。风影燃梅香反而有种老派武侠味道，动作干净，出手利落，不靠五毛特效糊弄人。尤其女主切换成安九状态后，那种杀手式的短平快打法，比很多花拳绣腿的古偶动作戏强太多。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这部剧终于开始认真拍人，不只是男女主，连华容简这种角色也不是纯工具人。他像典型的世家公子，温润克制，却偏偏爱上了最危险的人。而他和楚定江之间那层兄弟关系，又让整部剧多了层命运纠缠，家仇、国恨、爱情全被搅在一起。这种复杂感才是一部权谋武侠剧真正该有的味道。所以风影燃梅香最值得期待的，不只是双魂设定，而是他终于让古偶开始长脑子了。他不是单纯靠甜宠推进剧情，而是让人物在身份、欲望、秘密和时代之间互相撕扯。美酒最难的，从来不是杀人，而是在两个灵魂之间找到真正的自己。而真正高级的武侠，也从来不是谁武功最高，而是谁在乱世里依旧敢守住心里的那点火。